而现在我来到的就是海运的这个展台，位于展馆的1楼。然后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些电源的系列。当然，首先我们已经看到的就是2款定制版或者是说限定版的电源。然后这个之前有在我的频道出镜过的，就是这一个樱花限定版电源。而它呢，当然是基于这个 Vertex 的这个平台，算是一个换壳的一个版本。当然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个 Vertex 的 PS1200青龙版电源。虽然它也是基于 Vertex 的平台打造，但是可以看得到，其实单单是外形的部分，可以看得到跟常规的 Vertex 已经有不太一样的设计，然后包括它的中间的边框还是怎样。当然，除了外框以外，在内部也做了很多的优化，采用的是一个比较较新的方案，而这个部分稍后也会跟大家仔细介绍一下。也可以说，这一个算是 Vertex 的 1.5 版本，接下来的 Vertex 可能也会基于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做出新的改进什么之类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最旗舰的 Prime 系列电源，有的呢就是现在目前来说最旗舰的款式 PS2200，没错，就是2200瓦的电源。我们可以看得到用的呢就是很经典的这个 Prime 的这个设计但是呢还有另外一款电源呢，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是这一个猫头鹰和海运的联名定制款。中间可以看得到呢，用的就是猫头鹰的经典款风扇 A12S25 的这个风扇，也就是所谓的你们知道的什么配色。2种电源放下去，你们会比较喜欢哪一个电源的外观呢？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喜欢猫头鹰这个款式。那这个猫头鹰的这个联名款式呢，最高是只有1600瓦，并没有2200瓦的。2200瓦的话呢，也就只有海运原本的这个版本了。接下来就要给你们介绍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的就是算是新一代的 Focus 电源的这个方案。可以看得到，其实它的整个的造型已经不一样了，但其实不只是造型不一样而已，它的整个方案从整个设计上面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怎么说呢？就是说这是传统的这一个结构的设计，在散热上面会有一些局限性，而现在呢，它采用的是像这样的一个贴片的设计，尺寸会更薄，而且因为是采用了贴片的设计，所以它的散热也可以做得更加的理想，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散热的一个方案上面来说的话，能够有更好的冗余，瓦数可以堆得更加高，也就是说噪音也可以更加的安静。当然，这一个只是一个开始，除了 Focus 以外，接下来陆续的所有的海运的产品都会以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一个生产方案来进行改进。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之后海运除了 Focus 以外，在其他的电源的新型号的推出。现在我们来看的就是另外一个新产品，就是海运的 Max Flow 高性能风扇，采用的是12厘米规格。30毫米厚的这个框架，轴承呢是采用的是双滚支轴承，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整个实际的这个风道，在这边也有做了一个现场的冲动测试，然后这边有一个也可以看得到它的整个的这个风斗效率非常的好。当然供电呢采用的呢还是一样是4B的 PWM， 然后也有黑色和白色的版本。预计会是在不久的这几个月上面呢就会陆续上市了，价格目前也不晓得，但我觉得应该在它的材质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不错的。因为这个 Max Flow 呢，它并不是采用 LCP 的材质，所以我觉得价格应该不会去得太高，就看看之后它能够卖多少钱。当然，除了这一边的单品展示以外，在隔壁这一边其实也有几个它的现场的这个展示。这边呢就采用了这一个酷妈的水冷，然后呢用的呢就是这一个 Max Flow 的这一个风扇当然啦，电源自然也是海运的当然另外一套也是用的就是黑色和白色的版本，可以看得到现场的这边的一个演示状况。当然在现场呢，我们也有看到呢，有展示2台 Mod 的这一个主机，然后这一台呢是采用了这个海运的 SFSL 的电源，然后我可以看得到用的呢就是一个水道板，然后一个分体水的一个设计，然后可以看得到其实整个我还觉得蛮喜欢，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更欣赏的其实是这一个来自这一个知名的 Casmo 大神 FUSK 所打造量身定制，几乎都是量身定制的这个青龙定制改装机箱。然后可以看得到用的当然就是这个青龙限定电源啦。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这边整套的话，它是采用的就是多方位的这个设计跟多方位的这个安装配置，所以在这边是装装的是这个电源，然后在这边是冷盘，还有把
这一个显卡就放在这一边，当然主板就是放在这一侧了啦。还有我觉得比较画龙点睛的部分就是下面的这个转盘挺有特色的，然后据说为了这一个设计其实花费了非常多的功夫，然后可以看得到很多的细节的部分其实雕钻的蛮细的，都是并不是整个外形而已，所以我个人还挺欣赏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好，那以上呢就是海运在台北国际电脑展2024展会的这些相关内容了。当然你们看得到，在画面里面其实还有一位大神在我的后面，也是一王。好，我们不打扰那么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